大家好，我是骑车很猛的摸摸。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既熟悉又陌生的车型。说它熟悉呢，是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乡村的田间地头，这样的车呢随处可见，保有量极高。说它陌生呢，是因为近年来它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关注了。然而呢，在国内广袤的乡村和山区呢，它依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默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要聊的这台新车呢，可能也会勾起你童年的回忆。如果你是80、90后，那么对于五羊本田的通路型跨骑摩托车一定不会陌生。在许多朋友的童年记忆里呢，它的身影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你可能不仅坐过它的后座，甚至还坐过它的油箱。在90年代那会儿呢，如果谁家拥有一台五羊本田的125，那绝对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今天呢，这台新车将带着经典的情怀与现代化的升级，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那我旁边这台 CB150 SMC 呢，就是五羊本田最新发布的通路型车型。五羊本田的通路型车型呢，对于我来讲承载了太多珍贵的回忆和情感。在90年代呢，我们家就有一台五羊本田 WY125-A， 这台车呢陪伴了我整整10多年，直到它最终走向强制报废的终点。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那些与这台摩托车的点点滴滴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记得刚买车那会儿呢，我还小，我们家是住在学校，有一个比较宽敞的操场。每当操场上没人的时候呢，我都会偷偷的骑上这台车，在空地上兜圈那种兴奋和自由的感觉呢，至今难忘。它不仅是一台交通工具，更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承载了无数美好的时光和故事。如今，尽管这样的车型在城市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在我国广袤的乡村地区呢，尤其是云贵川等多山地形起伏较大的地方，这类车型依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实用性和使用价值。它们凭借着出色的爬坡能力稳定的性能以及低廉的维护成本，成为许多乡村家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崎岖的山路还是狭窄的乡间小道，这些车型呢都能轻松应对，为人们的日常出行和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它们依然是可靠的生活伙伴和劳动工具。那以往这类通路型车型呢，各大厂商主要都是在卷价格。那这次五羊本田的 CB150 SMC 呢，却带来了全新的改变，它开始卷配置了。以前只会出现在玩乐型摩托车上的配置比如说 ABS、车联网系统，这次呢都应用在了 CB150 SMC 上。这些配置的加入呢，不仅在实用性上更加出色，也让它成为通路型车型中的科技担当。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五羊本田最新的通路型摩托车 CB150 SMC。买这类车型的用户我觉得最关注的点肯定是车的质量好不好。购买通路型摩托车的用户通常换车的频率都比较低一辆车往往会陪伴他很多年。这类车型不仅使用频率高，还经常需要在恶劣的环境中行驶比如载人载物应对复杂路况，因此质量的稳定性呢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像我们家那台五羊本田的125，我爸一直骑到了强制报废的年限车况依然良好。这种耐用性和可靠性呢，正是通路型摩托车用户最看重的品质。五羊本田的品质呢，在这几十年来也是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想要把它骑坏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买这类车型的用户呢，大家除了对质量有很高的要求外，那动力也得好才行。能不能载着重物轻松爬坡，这也是对这类车型的一个刚需。那搭载的这台本田150cc 单缸风冷发动机呢，已经经历过数十万台产品的考验，并进行了再次升级。在维持8.8千瓦的最大功率的情况下呢，专门提升了中低扭的表现在中低扭的转速区间内呢，扭矩提升了6%以上。在前不久五羊本田做的爬坡测试直播中呢，那台车就载了8袋50斤的大米，一共400斤，再加上骑手120斤，也是能轻松应对爬坡的。当然，除了可靠性和动力外呢，那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就是使用的成本。CB150 SMC 的油耗呢不到2升，按照现在92号汽油的价格呢，那1公里只需要1毛5的样子。16升的大油箱呢，有着800公里的续航。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每天骑20公里来算那可以连续骑40天不用加油。如果你是在离城镇比较远、附近没有加油站的地方呢，那这个续航会让你使用起来很方便省心，维护保养也很方便，几千公里换机油就可以了。在国内的各大乡镇都有五羊本田的专卖店，保养售后是很便利的。在制动方面呢，是前碟刹后鼓刹的设计，配置有 CBS 联动刹车。这个联动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当你只踩后刹的时候呢，前制动也会分配到制动力，这样能让刹车操作更加的简单，也能增加车辆的主动安全性。在 CBS 150 SMC 的高配版本车型中呢，还配置了前轮 ABS。如果你在80、90年代就开始骑摩托车的朋友
朋友哈，这样的话你肯定听说过，刹车只用后刹，千万不要捏前刹，要摔车。在那个年代这样说其实也没错，当时的道路很多都是非铺装路，即使是铺装过的，也会有很多的砂石，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力小，很容易打滑。如果捏前刹，特别是下坡，稍不注意，前轮就会抱石打滑。前轮一旦抱石呢，就非常容易摔倒了。所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呢，大家骑摩托车得出的经验就是前刹要少用，甚至不用。虽然现在路况变好了，大部分乡村道路呢都已经做了硬化，但像 CB150 SMC 这类实用型工具类属性的车型呢，很多用户都是在山区，乡村道路坡度很大，加上很多地方是多雨的，路面也经常是湿的。虽然路面是硬化了的，但路面上的泥土还是比较多的，那很多路面还是很滑的。如果下过雨的话，就更滑了。那在这样的道路上骑行呢，在刹车的时候，特别是下坡的时候，前轮一旦抱石，那是很容易摔车的。那有前轮 ABS， 那就会大大的降低摔车的概率。所以根据车辆经常使用的场景，那配置前轮 ABS，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我记得以前在老家骑摩托车的时候哈，随车必带 U 型锁或者是链子锁，或者还要额外的去购买安装一些电子防盗器什么的，停车都会把车锁起来。现在 CB150 SMC 呢有了 Winbox 车联网系统，在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车辆状态，如果有异常情况呢，还会通过手机提醒，车随便停哪里呢都很安心。这款车的座高呢只有760毫米，加上只有137公斤的整备质量，几乎适合任何身高的人。我170的身高呢，双脚是完全可以同时落地的。这样的座高在载人载物时呢，就有很强的安心感。同时车辆又有着165毫米的最低离地间隙啊，有着不错的通过性。最后来说说骑行感受，其实对于这款车呢，骑行方面真的没太多需要特别强调的地方啊，因为一旦骑上去呢，那种熟悉的味道就回来了。整车操控非常顺手啊，中低流表现也很出色。这样的出力特性呢，也符合车辆的定位和使用场景。遇到坡道，很多时候呢都不用特意降档，给油就能轻松爬上去。整车给我的整体印象就是它完全可以胜任一台小排量 ADV 车型的角色。当然，前提是你能接受它这种偏传统的通路车型的外观。这款车在同级别中呢，动力表现不错啊，车身轻巧，座高也很亲民，同时又具备良好的通过性。日常代步也好，周末来个小穿越也好，基本上哪里都能骑着它呢去转转啊，毫无压力。现在在售的呢，一共有4种颜色：红色、蓝色、黑色和银色。总的说来，五羊本田 CB150 SMC 呢，非常适合在云贵川这样一些山区使用，质量好，跑得远，载人载物呢都很方便，是生活中的好帮手。好了，以上就是这次试驾体验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分享、加关注，谢谢大家。